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食堂。咁今日就同大家一齊講下澳門美食之都究竟係代表乜嘢呢？有乜嘢意義？同埋究竟美食之都呢個稱號係要點樣先至可以獲得嘅呢？咁想知道嘅觀眾呢，就可以繼續留意我哋呢條片啦。其實美食之都咧係屬於呢一個7大創意領域嘅其中之一啊。咁呢一樣嘢咧係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出嘅。咁佢其實有7大創意領域嘅，咁就係包括有設計啦、文學、音樂、手工藝與民間藝術、電影、媒體藝術同埋美食啦。獲得呢一啲特別嘅稱號嘅城市呢，就會組成一個叫做創意城市網絡嘅。咁依家全球嚟講呢，就有350個城市。但係講返係美食之都嘅話呢，其實全球呢係得10座城市有㗎咋，而中國呢就佔咗6座嘅，分別就係四川成都啦、佛山順德啦、澳門、江蘇省嘅揚州同埋淮安，最後嘅就係廣東嘅潮州啦。所以澳門係其中一個咧，都係認真威水嘅。但係話時話啦，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做到美食之都呢？香港都好多嘢食啊，點解唔係美食之都呢？咁我哋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佢嘅甄選標準啦。你要做美食之都嘅話，唔係唔得，不過咧你就要具有以下呢8個條件喎。首先第一，你要有發達、具有城市中心或者地域特徵嘅美食啦。即係你要有一個代表你當地嘅一個傳統特色菜，咁先至可以係叫做合乎呢個標準嘅。咁澳門唔使講啦，中葡美食交流集中地啊，我哋嘅葡國雞啊、非洲雞、葡撻呢一啲絕對冇問題。第二點，充滿活力嘅美食社區入邊要有眾多嘅餐廳同埋呢個廚師嘅。唔講大家可能唔知道，澳門其實係擁有最多福布斯5星酒店嘅地區嚟㗎，係全球最多㗎。咁有咁多嘅福布斯酒店嚟講，我哋嘅餐廳數目一定都唔少啦。呢一點絕對冇問題。第三點，喺傳統烹飪入邊要使用本國嘅烹飪原料，即係供應鏈問題啦，都冇問題嘅我哋。第四點，擁有喺工業時代科技進步情況之下，仍然流傳喺當地嘅烹飪訣竅、方式或者方法嘅，即係我啱啱所提到嘅嗰一啲非洲雞啊、葡國雞啦，咁都冇問題啦，仲係繼續有做嘅。第5點，擁有傳統食品市場同埋傳統嘅食品產業，手信嗰啲都係㗎。第6點，有舉辦美食節、烹飪比賽或者其他廣義上嘅美食相關活動。咁我哋澳門最多人知道嘅一定係我哋1年1度嘅美食節啦。咁而家呢，澳門都仲係有搞多咗嘅，除咗年底嗰一個呢，咁我哋今年6月份呢都去咗另外一個美食相關嘅活動嘅，咁都搞得幾好㗎。第7點，尊重自然環境，推動適宜當地情況嘅食品。呢一樣澳門政府都係有繼續做嘅，都係有不停去 promote 翻澳門當地嘅，即係我哋依家呢一啲特色店鋪啦。第8點，注重提高公眾對傳統美食嘅關注程度啊，例如喺烹飪學校要推廣關於傳統烹飪同埋保護烹飪嘅方式等等多樣性嘅教程，即係代表你嘅城市要有專門嘅烹飪學校啦。澳門嚟講就有2間大學呢，係有提供廚藝管理呢一個課程㗎，分別就係澳門旅遊大學同埋澳門科技大學。所以要獲得美食之都呢一個稱號呢，都係要出心出力㗎。除咗有政府牽頭之外呢，澳門旅遊同埋餐飲業界嘅配合同埋呢一個教育機構呢，都係要付出咗一定嘅努力呢，先至可以成功申報同埋獲得呢一個稱號嘅。其實細細個呢，我哋應該都聽唔少嗰啲廣告片所講嘅，香港呢係一個美食天堂嚟嘅喎。咁點解香港唔係美食之都嘅其中之一呢？咁就係關於究竟有冇申報嘅問題啦。如果係有申報嘅話呢，需要多方面嘅配合同埋去組織嘅。咁如果政府冇去申報嘅話呢，咁就自然唔會入選呢一個創意城市美食之都嘅界別啦。好啦，今一集呢，我哋就講到呢一度先啦，下一集再見啦，拜拜。